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另外是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钱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解放军今天早上宣布，即将在明天实施对台的实弹围台军演哦，这是史上第一次啊包围台湾本岛实弹射击，而且非常逼近领海边缘。今天早上这突然一宣布，我们就看到呢，包括各种的图像可能都已经演示出来了，像狗皮腰膏一样过去曾经有联合利剑 A、联合利剑 B 像这样子的一个军演，可是明天即将实施的这个对岸的这个解放军的军演是最接近台湾的一次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呢，相当于恒春半岛的南方已经贴在我方基海我们的领海基线的边缘上了这是历年来距离最接近的一次啊。前几次的围岛，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呢，是突破24海里这一次的围岛根据他们发布的这个警戒区是全面进入12海里线。演习区最近的地方还不到5公里，有人说这是贴脸输出我们来看一看前几次联合利剑 A、B 从2022年到2025年4次军演的范围对比不同的颜色你都可以看到呢，团团的围住那对岸的环球时报就在做一些这个叫嚣说台湾事前无预报，没有准备，还在笑我们呢那我们的国安单位到底有没有这个掌握这个讯息呢？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没有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要检讨的地方。我们再来看看呢，对岸的这个所谓的军演项目有哪一些呢？根据解放军东部战区他们对外释放的消息是说，会组织驱护舰、歼轰机等兵力，展开对海突击、区域制空、搜寻反潜等等的军演所以你看它的武力展示的意味非常的浓厚。那这个演练打击陆地机动目标，以及在台海中部海空域做这样相关的一个演训。解放军的东部战区说他们会开展对陆的机动目标打击演练，以及检验精打这个所谓的精实的打击的要领。那这个5大演训区第一次涵盖我们台湾的北、西南、东南、东部以及海峡的中部，形成了3面环岛的态势那我刚刚已经讲了他做各种项目的一个演练。我们可以看到对岸包括国防大学的教授，他有说这一次的封控是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要随时切断台湾的生命线，其实就封锁你让这个你这个外面的人也进不来所以我们台湾现在呢其实之前在演练的所谓跟美国或者是日本的一个同盟这件事情，它要让你阻断。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释放了3个信号。哪3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是展示共军全时待战、全时能战，什么时候要打它就可以打。第二个是由训转战，这也是我们注意的部分。还有另外呢，实弹射击就是开局即开打。那我们可以看到呢，陆军其实某种程度是把美军视为假想敌，因为他们发布的这些海报里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美军的装备所以它是第一次非常挑明了，你美国就是中国大陆的假想敌。我们看到包括明居正老师台大的这个退休教授他有说其实习近平不是2027要攻台，最快明年2026就会打台湾，可是他的危机大这个是明老师说的，危机大发生很难，因为他认为美国有几个反制的手段，第一个是军事，还有3招杀手锏，包括可以公布中国的高官财产有一些财产我帮你公布会引爆中国的高官内斗。另外还有2招就是算你这个 COVID-19 新冠肺炎的账，还有宗教自由这是明老师在暐瀚的节目里头讲的，说其实美国除了武力，还有各种的方式可以反制解放军、反制中共。来，我们请教亮哥怎么看这个今天早上突然发布的一个军训一个围台军演的项目，你有吓一跳吗？还好啦，因为俄罗斯先宣布俄罗斯先宣布对千岛群岛以南1月1号开始演习嘛，那是针对日本2个月
那中国大陆宣布就比较可以了解它的脉络了，就基本上就是对高市早苗联动的台湾议题的整体的军演了。事实上，它这个就是南北夹击嘛，那为什么说是针对高市早苗呢？因为如果是针对军售，你早就该有反应啦。军售是12月17公布的，然后随后在大概12月20几号，那个中国大陆就公布了20家军工企业，包括企业还有人名单嘛，做制裁嘛。而且这次的军购啊，都是旧有的项目啊，并没有新的东西啦。我才不相信中国会因为110亿美元的旧的库存的军购要搞军演呢。所以后来国台办也知道这样讲实在没有人会相信他又加了一个嘛，他说是针对台独以及外部势力的军演，因为中国大陆不能够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这不是他的语言那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嘛，等于是我做这次的台湾有事的军演你日本要怎么表示？你不是说日本有事吗？所以等于是在第一个在国际政治上破你的局啦。所以你看高市就吹牛嘛，台湾真的快要有事了，日本都没来啊，这是第一个目的了。那当然，因为它是本身是军演，所以它就会添油加醋嘛，所以军方也会想说，总要有一些新意嘛不然你说是例行性，只是日期把它调到这里所以就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嘛，比如说这次最大的特征就是实弹射击那实弹射击其实它这个1天前公告是有点赶一般都是3天前公告所以它实弹射击的范围可能就紧邻着台湾岛不然你会引起国际争议上次那个佩洛西那次飞弹试射就飞到日本的经济水域嘛，这次不行因为他只公告1天，所以他大概就是说我都在台湾周边，那是我的领土用这样来，不然国际一定会引起抗议的啦可是他是实弹射击，这个是第一次，因为赖清德引发的2次围台军演都没有实弹射击，这是第一次那第二个特色就是它靠得很近很近。对啊，最近只有5公里非常近就是而且包括3个地方，包括屏东鹅銮鼻那边非常近，那个是指巴士海峡嘛，另外一个是澎湖周边，澎湖周边靠得非常近，对，那另外一个是台东花莲那一带，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个飞越台湾的飞弹落点在哪里会飞越台湾吗？我刚上一节节目跟赖岳谦在一起，他说有这个部分他们有公布是不是？应该会公布，他会不会公布落点不一定反正他就说有到东部，请问如何射到东部？你不飞越台湾怎么射到东部因为它的落点有那个在东部的海域了，这个明天就知道了啦那我觉得其他讲一些有的没的那是文宣什么随时可以封锁你的生命线，上次赖清德那2次也有他这个本来就是锁台的前置步骤嘛，你说封锁台湾的前置步骤本来就有嘛，上次赖清德那2次也有对不对？那或者讲一些有的没的啦，说什么5个区域这次画的5个区域都在台湾的生死线上，讲这些都没有意义了，就是文字宣传，重点是你实际做了什么动作啦，实际的动作就是它非常近然后实弹，对。你觉得我们的国安单位事情有掌握到吗？我认为不知道，嗯，因为大部分人都吓一跳啊。对啊，所以连日本跟我也看了《南华早报》，也是觉得非常突然。那
所以就大家就说这个低估了高市早苗这件事了，他们内部的意见一直在酝酿了。就是我要做一个动作让你难堪啊，你高市要怎么出手？你如果没有出手，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大陆一大堆舆论说玩假的，都是骗台湾人，这种舆论一定会出来的。好，将军怎么看这个军事？我认为这一次它有3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特征。第一个，它这个区域啊，这个5大区域啊，你看它方块比以前的方块的面积范围要来得大。大家看了，北边2个大方块，南边3个大方块，加5个大方块。以前都发小框框，现在是大框框。那这个大框框，它就是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这是很清楚。它把这个台湾分为南北夹击，变成可以采取向心的军事行动。向心，你看它这样子，汇聚就向中台湾。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它这个5大方块哦，都在把所有的附近的岛屿几乎包括进去。北边那个方块把彭佳屿，它触到彭佳屿去了。东边这个方块啊，触到兰屿跟绿岛，那个他们的12海里或24海里。然后南边那个区块啊，触到那个恒春外海的七星岩，它把七星岩划进去了。那这个西南边这个方块啊，把澎湖跟小琉球、屏东的小琉球啊，都快碰到了。那换句话说，这5大块你都已经碰到12海里了，已经不仅碰到临街区，还碰到了领海。那领海的上面就是领空。那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一次啊，区域大，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跟以前不一样。第二个，没有任何的征候。到昨天晚上，所有的媒体、所有的网络新闻、国安高层都还不知道，没有任何消息出来。所以中国大陆今天宣布，明天就演习。火力演习，按照火力演习的话，要提前72小时公告，那他就提前24小时，因为今天公布，明天实施。那明天实施的话，因为这相关有的时候要这个航空就要避让啊，海上的游轮或者是这个货轮滚装货轮也要避让，因为这是演习区啊，还有渔船呢，渔船都要，因为这是火力演习啊。那澎湖那边在捕托特鱼，对啊，怎么办呢？对啊，这个都是要事前公告。现在讲，他现在啊只管制不禁航，管制进入。没有什么，这个是禁航区。他的用语是不要，对，不要嘛。他没有说那个禁止哦，不可以，严禁哦，不可以哦，没有这么说。那他这一次的没有任何征候，我看到他这一个就是要强调的，今天宣布明天演习就是平战结合，训练跟作战合一。那平时跟作战因为平战转换非常快1天而已，所以国安高层也没有办法掌握，可能连美国跟日本的在这方面的消息掌握上都有它的困难度，而且这是实兵实弹、实兵实装实弹30实兵，你看它整个兵力过来，实装所有的装备、实弹、火力演习，所以它这30来做一个围台军演。那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那我们的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说，我们有掌握征候，我们有所应变，重要的国安高层的这个主官可能要进入一些指挥所的位置，因为要好应变啊。因为要不然我们应变这一方面要慢慢，可能有些高层的可能要停止休假，要来应变啊，不然没人管不可以啊。万一有一些状况或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啊。那在这方面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征候，这是最困难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打仗打情报没有掌握，你会先未战先败。打仗永远情报第一，这个对方的调动如何，兵力的规模多少，海上的兵力跟空中的兵力又有多少，是从哪个地方哪个番号调过来的，到前进到保障基地，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征候，好像没有完全很仔细的掌握。我认为这个问题最大。如果这个问题没大，那你有再多的武器装备没有用，因为你情报战先输了，情报是输了，你后面全盘皆没，会有这个状况。我认为比较忧心的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其他这一方面。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好像感觉到国安高层在状况外，大家今天才知道。但是问题是明天就演习了，那我们的应变够不够？我们的动员够不够？所以将军，你有看到我们的应变措施相关的吗？我认为没有啊，一直到昨天晚上半夜都还没有这方面消息，没有任何征候。我们可以从网络、从媒体上来看，因为他们可能会知道，那国安高层也没这方面的应变。那所以在这，我认为比较忧心的是这个。因为如果没有办法掌握情报，其他的布阵还有军队的调动，还在应急，那我认为都是假的。因为你没掌握情报，你知道
这个对方的这个用兵的重点还有用兵的指向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那我们既然不知道，你怎么去应变？我认为问题是卡在这个地方。是，哎，严老师。我想这一次啊，大概是裴洛西访问台湾以后啊，一共第6次的军演啊。那这一次的规模跟这个威胁感都比过去要强很多。那就表示是说，而且他这次明指外力介入他过去还没有就是这么强烈讲。那这个外力介入当然是过去可能是美国，那最近当然是指日本嘛。刚亮哥也讲了，就是我今天已经演习到你家门口了，那你日本要怎么样回应嘛？好像说，这是不是应该表示关切啦？或者是说，希望不要擦枪走火，你讲2句话吧。美国也是一样啊。而且美国过去刚亮哥讲没错，卖很多武器都没有讲过这次的武器为什么这次金额他要做这个动作？我觉得他也是认为说，你美国一直认为说，我们过去就是有点像是你卖我抗议一下然后就结束了，就演一演，就大家互相演一次。那他要告诉你，这一次他可能就觉得是说，你不能一直这样子跟你演下去，总要有一个这个停损点就对北京来讲。那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今天过去1954年法国在这个越南的时候，最后是在滇边府是被围绕就是有点像围住这个滇边府，慢慢一点一点靠近。那现在我比较担心台湾会不会成为海上的滇边府，就是说你外援进不去就是它逐渐缩小。你看像这一次它的已经非常接近台湾，这个很接近了。那它主要也要打击，就是说如果今天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嘛，我们没有办法从陆路获得这个武器的供应，那都要这个从海上或空中进来。那如果今天在这个演习的时候，他就把它宣布这是一个正在演习区的时候，你东西不能进来，那你台湾能够撑多久？如果说今天我们台湾我就讲一个，就我们的心理上会认为说，不一定觉得说美国一定能够出兵来帮助我们，但总觉得武器会到位吧，会像乌克兰一样。但如果连武器都被挡在这个域外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台湾会比较慌一点。那至于那个明居正老师讲的说宗教自由，我不觉得说现在大陆会在乎这一点，因为大陆也有他们的三自教会嘛。是。那如果说你今天，譬如说我去过他们的三自教会，当然并不是你像我们一般的但是他传讲的东西都是还蛮就符合社会的这个价值的期待譬如说对于这种多元家庭，他们会有一些意见。或者说对现代的年轻人不生孩子，他们教会牧师讲到也会有一些意见那所以这个教会宗教自由，我觉得你要去打不太容易虽然我觉得知道每一次都会有抓到几个就是比较强烈的这种比较激进一点的，那但是你如果说今天说他没有宗教自由，这个很难。第二个就是说，有关这个新冠我觉得你现在再去打这个新冠太老了这个议题真的已经没什么好打的了。所以我认为今天要打，你说高官，我说不定有，但是是不是刚好帮助了习近平除掉他的后患，说不定也是也有可能两面刃，对，双面刃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军事演习，的确我们很忧心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像是国际媒体路透社的说法，就是做给美日看跟刚刚其实各位来宾讲的一样。路透社说，中国第一次挑明了要嚇阻外部军事介入尽管解放军过去1年在军演期间曾经对台湾的周边演练过港口的封锁，可是这是第一次公开放话围台军演的目的是嚇阻外部的军事介入所以它的目标其实蛮明显的。日本媒体也说，可能解放军就是借此牵制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说。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呢，前一阵子在12月19号那个时候，中国跟俄罗斯他们有联合轰炸机的演习，那个时间点呢，就透过了辽宁舰还有轰炸机在日本附近采取了军事行动就在试探日本跟美国的反应，就是你们这个两国的联盟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现在呢，是不是更进一步的来做试探呢？而另外呢，南北夹击针对日本而来，我们看到俄罗斯抢先一步，在12月28号就宣布了，明年2026年的元旦会在
北方四岛举行2个月，长达2个月的军演啊。这是日本政府官员呢，他们拿到的一个讯息说，俄罗斯将在这个2026年元旦起做一个新的军事演习。那大家来看看常常提到的北方四岛是怎么回事？这是俄罗斯跟日本啊他们的这个争议区，因为我们来看呢，在这个日本的外围啊，这日本就是这4个小的岛，包括泽捉岛、国后岛、色丹岛、池武群岛，日本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在北海道外面。可是俄罗斯在这嘛，他觉得这是我们千岛群岛的一部分啊。所以从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就派兵占领这几个岛屿哦。2个国家为了这个北方四岛的这个主权的争议，其实已经争议了非常久。俄罗斯的外长就说，如果台海一旦爆发战争，莫斯科一定选择支持中国大陆。那另外呢，东北亚这个地方，我们还看到有一个不定期的炸弹北韩也来凑热闹。他证实在西部海域实弹演习射程2000公里哦，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个整个区域的这个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稳定。那我们再来看看季辛吉他生前曾经有预言过，他说日本在寻求发展核武，这是他在2023年曾经讲过的话。那中国的核子专家也讲说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其实有足够的工业能力它是工业大国，在短期间它可以制造出比印度还有巴基斯坦这些国家更先进的武器核武。另外呢，因为日本有大量的核电嘛，所以它可以囤积大量的核燃料所以这是中国大陆非常忌惮的一个部分，就是中国大陆怀疑日本有这个军事要曾经军国主义这样子的一个复苏这样子的一个还魂。那日本媒体也说，民间其实有危机感因为他们也担心日本政府有可能要包括在核潜艇或者制造核武这个部分，其实日本的民间有一些反对的声音。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日本它的空中自卫队最近不是一直在巡逻吗？因为包括中俄在这边做军演嘛，那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说是这个 F-15J 的战斗机对中国战机执行反制空域入侵的任务之后掉了一块皮，这是铝合金的这个面板，到现在还找不到。而另外呢，他们现在在不断的把他们自己的这个防空飞弹系统做一个 upgrade 做一个改造改型。我们看到本来叫做03型的这个中空飞弹，现在改制为高超音速的飞弹防御时代。这个系统呢是配备了先进的雷达，还有高超音速的拦截能力，所以它的武器也在不断的进化中。来请教亮哥。这个当然还是针对高市他那个发言那他发言之后做了太多动作了，就是军事化就在挺进嘛，包括攻击性武器可以出口，对不对？然后要修改非核三原则，尤其是不引入那个那即便暂时不能做核武，可是核动力潜舰也是会引入对不对？然后他的国防预算，整个日本的预算要增加到，就是他要增加2% 嘛，那大概就有接近1000亿美金了，这钱蛮大的，因为本来大概只有400亿左右，所以势必就会做很多种武器嘛，那就要看美国愿意放手到哪里了。我认为核武日本要自己做，美国不会赞成美国可能会就是说我核武保护伞，提供给你，那可能会在1970年代，他曾经把核武搬到美军基地里面了，可是日本右翼当然不要这样。事实上，在那个2012年那个钓鱼岛的时候，那个石原慎太郎他们就估计过了，日本做出核弹大概只要138天，这么快？不，因为核电厂里面就可以做，就很多核燃料。对然后日本的技术啦，那只是说它要做成导弹，那还要有其他的导弹技术载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极端敏感中俄朝鲜也都反对，所以他如果真心要做核武小心在那之前就被炸掉。你不要低估这个可能性
以色列不就对伊拉克、对伊朗都干过这种事？中俄朝鲜，我认为干这种事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他暂时不会走那么远那美国大概也不会这样允许可是日本确实有很高的工业跟科技实力它可以做各种武器所以周边国家当然会忧虑嘛，就是他不知道要做到哪边去所以就等于是要给他做遏制这个动作了。可是这个遏制我坦白讲了，高市长不要再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觉得这个只是要惹怒中国而已啦。他是故意惹怒中国，我才不相信他会派兵呢。请问你怎么派兵？中国大陆封锁台湾，你怎么派兵？所以讲这种是空话。当然，日本会忧虑，说台湾海峡，中国大陆会把它内海化，让它海上生命线受到阻碍可是国际法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海峡这么宽，你怎么可能内海化？你中间那一段还是要让人家过去所以这种担心是属于政治上的啦，就好像中国大陆会担心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美军有基地嘛，然后他就一直认为真的发生紧急状况，美国就断了马六甲海峡，对，让我中东的石油都运不过来，所以你看他做了多少事，对不对？什么一带一路啦、瓜达尔港还有俄罗斯还有各种能源的开拓，对，日本也是一样，就是他担心万一的时候，大家都不守法了，用政治手段，那到时候我怎么办？那也有人算过，如果从东边绕了，那成本大概要增加12%到15%，也是很大的负担就是这样。可是你觉得中国大陆这样的做法，日本会害怕吗？或者是他们到现在没什么反应呢？日本本来就没辙根本没有能力介入啦。只有赖清德在空高兴赖清德有。如果真的有台海战争，日本怎么介入啦？你介入，连美军的军舰都不敢介入，你日本敢过来，怎么可能嘛？对，这一次这个中国大陆突然宣布这个围台军演这件事情是在今天早上宣布的，其实非常短的时间明天就要实施实弹射击这个对周遭的国家来说，他们的反应其实现在都还没有完完全全反应完，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日本有很大的反应。来，将军你怎么看？中国大陆这一次的演训有3个首次第一个首次是他首次把反介入区域制止列出来。他以前的时候不说，包含他的辽宁号、山东航空母舰、山东号航空母舰在外面做游弋、做拒止，他不说这是反介入跟区域拒止，他不讲。他这一次讲了外线势力，外线，你看到吗？他这一次点名出来，白纸黑字点就是外线，首次使用这是讲的非常清楚，外线的这些势力，他要实施这一方面的就是反介入跟区域拒止。我认为这是第一个首次，第二个首次他首次把台湾周边的附属岛屿几乎全部纳入。北部的，我们知道北部有3岛：彭佳屿、花瓶屿，还有棉花屿。你看他都把那个彭佳屿都拿去了，都压在里面了。那在除了龟山岛没有之外，全部纳入。你在台东有2个绿岛跟兰屿，它都划进去了。你看画到旁边，12海里都划进去了。在恒春外海的七星园划进去了。屏东的外面的是一个小琉球也划进去了。你看看那方块，都把小琉球的12海里都划进去了。那澎湖是最大的附属岛屿，也划进去了。所有台湾周边的附属岛屿全部除了龟山岛之外，全部划入。这是第2个首次，以前没有这个样子。总是对这个附属岛屿，它还保持12海里之外，甚至24海里临街区之外。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首次拉得那么的近，这个大方块我们可以这样看。第3个首次我认为他首次强调用兵的正当性，他这叫做正义使命。你看他以前的时候我们叫做这个联合利剑演习、海峡雷霆演习、这个红蓝对抗演习，他以前用这些名词，他不用道德名词，他现在开始使用道德名词。我正义使命，将来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道德的都用道德用语了，正义之名，都会拿正义之名出来用军来用兵，感觉到是一种法律性
正当性以及道德性，它3个性出来。他现在说以后可能会这个样，不再联合利剑了啦，海峡雷霆对抗啦，海峡万军演习啦，感觉到好像军事名词硬生生。他现在开始用道德、法律跟正义的这种正当性出来，所以首次哦，以后我判断这些雷霆对抗、这种红蓝对抗，或者是这个海峡对抗，或者是这种联合利剑这种军事用词，它可能会被道德用词来取代了。这是我认为这一次正义使命演习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同样，它现在的频转转换非常的快，今天公布，明天就实施。那以前的时候啊，那么的转换那么快，今天公布，明天实施，但是实施的时候它实兵不实弹，不火力演习。现在呢，它不但是今天公布，明天实施，还实兵还实弹，第一次公布。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提前要告诉大家，也不是光影响到台湾的航运啊，也包含周边国家韩国、日本啊这些南来北往的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飞机啊、航机，跟海上的这些航路，那都会受到影响啊。那它又有火力演习来做，所以我认为这一次跟以往似乎几乎有好多是不一样，尤其是3个首次最明显。对，的确，可是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好像大家的感受不是这么深哦。来问一下严老师，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台湾淡定的好处啊，是真的没有感觉上没有乱嘛。我常常讲，我1995年刚回台湾的时候，这个故事，那个时候台湾我刚回台湾啊，发生了这个1995年1996了啊，第2次的台海危机。那我当时我在国关中心，我们旁边就是指南山庄，我就说，我们要不要去拿一些枪，我们预备一下哦，就做个演习吧。就我同事就大笑，我说干嘛？他说本来没事，他说你一去动员紧张，结果就乱掉了。他说要淡然处置，处变不惊。要处变不惊啊！他说你今天真的，今天股市还大涨啊！对你如果今天真正大家好像说，通知大家现在去哪里，那真的会乱掉。这个是我当时同事讲的。我说我现在30年之后会不会真的是如此？就是说我们要淡定啊，那我们股市还继续涨啊，让大家感觉上好像没有这么大威胁。但是我刚刚第一段也讲了，这是最大的威胁。这过去60年以来，但我们刚刚都讲了，这一次的威胁比较真的而且确实是让我们台湾必须要有些回应。那我也看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装甲车也出来了嘛，至少感觉上有一点点的动作。但是是不是就是说只是必须到了一个地步做给外媒看？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家觉得说你们台湾这样子淡定，那我们根本不需要帮助你们，对不对？所以你要自己表达一下，你也有捍卫自己的决心。那我觉得这是够的。可是现在就是大家过去包括执政党认为说，好像日本可能会有一些动作。我看日本今天一看了俄罗斯表态，他更安静了。对，因为我没有看到什么日本的反应，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他如果看到俄罗斯表态，对不对？你想想看，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不仅是北方四岛是在他这里，连库页岛南半呢都是他的。那现在这些都没有了，那你还要再去惹俄罗斯吗？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啊。所以当俄罗斯今天表态的时候，还有一个不定时炸弹，一个北韩也不知道会干嘛。我常常讲，北韩最大的敌人绝对不是南韩，绝对是日本因为韩国跟日本的关系，不要以为南韩跟日本和解了，北韩就和解了，没有所以我觉得说日本要担心的是，你今天真的那么挺身而出，好像要捍卫台湾怎么样？就后面黄雀螳螂捕蝶，黄雀在后，后面还有北韩，还有俄罗斯没错，而且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这个应该还在度假，因为他们现在是新年假期，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日本政府对这件事情发表什么样比较重大的一个反应或是宣布那当然持续观察，因为我们台湾就要被围起来做一个实弹的军演，希望不要有什么擦枪走火的事件发生。最后我们再来关心包括美中的贸易战到底成就了谁呢？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最近抛出了美中相互成就论
他对华府喊话说：“中国发展复兴不妨碍你美国的再次伟大呀！我们这个世界这么大，太平洋这么大，可以容下我们2个大国呀！”哦，那中国乘着川普东风，凯旋迈入2026。美媒说啊，习近平新年有2个愿望。这个美媒是彭博报道哦 ，Bloomberg 他就说。习近平今年再度对这个川普啊，今年再度对中国掀起了贸易战，可是习近平又打出了稀土牌，结果翻转了这个局势啊。现在啊，他认为他判断啊，外交舞台上面习近平是连下数城啊，现在要用凯旋的姿态来做一个收尾，因为2025年要结束了嘛。北京啊，他挟着这个优势迈入2026年。外界关注习近平如何把这股川普送上来的东风化为实际的成果。所以呢，习近平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大家注意了，将是促使华府在对台湾的论述以及科技政策上做出调整。这也是我们担心的。就4月份，大家知道习近平跟川普会见面在北京。有没有可能做出对我们台湾各种的调整啊？直接讲，有人就是担心把台湾给卖了哦。还有科技政策。那另外呢，川普的关税战呢，风风火火打了这么久，到底造就了谁，又伤了谁？其实是7伤拳，他自己也很伤。美国媒体就做了一个所谓的检视检视标普数据显示，今年美国1月到11月共有717家公司申请破产。这个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14%，也打破了2010年金融海啸之后的最高纪录。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还有很多招，除了稀土之外，贵金属的白银它在管制出口。大家可能以为白银有什么好管制的？马斯克说我很 worry， 为什么？因为啊，有很多企业这个不是好事，因为许多工业的制成都要用到白银啊。所以被它掐住了包括电子、医疗、再生能源许多产业，白银都有很大的一个角色所以有没有可能会导致全球的供应链再度受到打击？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美国现在开始重启石墨的开采，剑指中国的电池霸权，这也是一个稀有的或者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矿产。而另外我们看到 Made in China 冲出新高度这个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它的主笔泰特他做了一篇报道，他说过去大家觉得 MIC Made in China 就是很烂很破塑胶制品或者是低价，像是SHEIN里面的快速时尚的成衣很便宜，可是穿2次可能就要丢掉。那他说，如果你还是这个印象，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现在中国制造正在悄悄地爬上全球最顶级的晚宴餐桌。他讲的是什么？来看一下这个鱼子酱。讲到鱼子酱，过去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俄罗斯这个或是西方国家做的，可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包括千岛湖它的一个养殖场叫做卡路加 Queen 这个卡路加皇后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商了说是靠着纯净的水域在千岛湖群岛这里做了一个养殖。那卡路加皇后现在击败了无数欧洲的老牌对手，她在这边养殖这个鲟鱼吧然后她的这个鱼子酱拿出来做成一个非常高价昂贵的一个非常珍惜的一个食品。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也复制其他的这个如法炮制，在其他高级食品的领域，包括烟熏鲑鱼、和牛还有松露他们都在大量的在做包括你看到像是过去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说香槟就是法国的啦，和牛就是日本的啦，鱼子酱就是俄罗斯的啦，这些可能都要被打破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报道说，你吃的法式鹅肝可能来自于山东老家这个讲的是山东的邻居这里的产的鹅肝年超过5000吨所以你现在可能包括你在法国，你可能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地方吃到这些非常高档的鹅肝，可能就是来自于山东的 Made in China。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新疆过去大家认为这个地方内陆可能一些瓜果啦这些一些东西，可是现在他们在养鲑鱼。说是这边鲑鱼现在养的非常厉害的，在新加坡举行了所谓它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市场，它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加工、包装、运输、冷链直接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各个方方面面哦，全方位的竞争在美中之间。来，请教亮哥。这个中国大陆就给人家感觉那个美国贸易战输了嘛，对冷关税搞到最后求和啊，然后后来又因为大豆采购，还有稀土出口，所以就休兵嘛。可是我跟你讲啊，中国大陆的利多还继续不断啊，比如说人民币破7，那高盛估计2026、2027。中国的股票会涨38%，啊，然后，上海证交所现在要辅导商业火箭上市，就是马斯克那个 SpaceX， 中国大陆也有自己的公司啊，那8年来成长了6倍，营业额啊，然后还有中国大陆现在创国家创投基金，总共要募2500亿人民币。大概台币1兆了，70%要支持初创公司，你不觉得到处都是利多那种感觉？当然，它的房市还是很差啦，可是就是说，它那个科技创新的那个部门啊，还有金融啊，很蓬勃，目前都看好，然后那个 MSCI 认为中国企业盈利啊，从现在一直到这个2030年。每年会增加1.5，就是它会纳入那个指数啊，所以就有一些现象就被报道了嘛，比如说什么鱼子酱啊，然后市场还有夏威夷豆，夏威夷豆他们也可以有，夏威夷豆它刚开始，刚开始种，可是大家已经感到很紧张，因为鱼子酱你刚刚讲说。俄罗斯出口，其实俄罗斯没有出口了。Caviar 不是啊，不是俄罗斯哦。俄罗斯自己都吃不够了。俄罗斯鱼子酱，俄罗斯鱼子酱都是在它境内吃的啦。我跟你讲，出口最大的目前是目前是意大利。意大利。全世界占17.3%，中国大陆占16.4%，第2大。追上来了那第3大是法国。然后德国，大概是这样，那都是13点几啦，那夏威夷豆现在进来了，它现在2.8，你就占出口啊，全球的市场，全球市场2.8，对，可是就是它常常就是只要进来之后就会迅速大量嘛，因为它的土地大了，而且它往往做事情的方式都是集中嘛，那就这整个区都在做这个东西，你刚刚讲的只是一个地方而已，因为云南也一大堆，安徽也一大堆，都在做这种高档食材。真的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山东邻居这个地方有鹅肝的。不，你讲的是那个卡路嘎 Queen 那一家公司啊。这个千岛湖。对，卡路嘎 Queen， 反正就是一个区做一个东西啦。那就会集中专业嘛。那你不觉得这个是你以前没听过了吗？对啊，就我们为什么会突然知道？因为有一个期刊写了这个故事啊，我写了大概10几页。金融时报写的？不是金融时报，金融时报去报，他是看到这个去抄那个期刊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这样，才被注意到。好，那我觉得他可能还有很多现象，对，明年都会超乎你的预期了。比如说机器人。机器人其实我们略有，它会有更不一样类型的机器人出现，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看一些报道。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中的争夺战，尤其是在贸易关税这一方面，到底谁占上风呢？来请教严老师。我觉得今天就看美国对中国这样子掐脖子掐了1年结果中国的出口比过去更多，而且它是分散的市场，就是它的东西是真的可以全球销售。当然，因为美国的消费量大，过去你集中在美国，可是如果你花点时间经营其他的市场，中国大陆就证明。美国市场没有这么好像非不可取代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美国变成
把中国的市场给更分散了一些，那对中国其实是好的，那对美国也不见得是多好嘛，因为你自己今天的成本什么还是比较贵。那至于说中国能够生产很多东西啊，西方的东西过去可能更贵一些的，不要讲别的了，我真的，我们刚刚讲山东，你去山东你吃那个富士苹果，富士苹果名字叫富士，但是在山东种。很好吃又便宜，大概是我们台湾的1/3价钱，非常便宜啊。然后，最可怕的是他们的麝香葡萄，麝香葡萄一串大概台币50块，这么便宜？大概我后来我回台湾以后，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超市里头的韩国的进口的，对，比那个小，250。对，差不多。对，所以日本气死了。对，所以就是说，他今天要学会。他就真的会学会，所以过去台湾说，哎呀，我们好像会被记，对不起，不是只有台湾哦，其他国家都是如此。他今天花了心思进去，他所有东西都可以把它做成，但对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讲，我觉得是很好的，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吃对，特别是鱼子酱，你们也搞得那么贵，对不对？很多东西都是如此嘛。对，那今天消费者来讲，其实是好事，那也造就了大陆对全球南方的一些帮助，因为。我自己做非洲研究，非洲过去就讲，他说我们以前从欧洲要进口的东西死贵，他说现在我们进口差不多的东西从中国进来，便宜很多，我们就是 affordable 啊，这个字现在是美国最这个蓝红之间，民主党跟共和党最争议的就是民主党说你们现在让美国人生活没办法过得起，那共和党说不是。那我觉得现在中国就让全球南方日子过得比较好，可以负担得起的生活。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哇！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将军。无论中国大陆跟美国，他们相互成就的可能性，我认为不高，会抵不过现实对抗。为什么？因为有2个结构性的因素是没办法突破。第一个，资源的有限性，不管黄金、白银、铜、铁、铝，都是资源就是有限的你有限，大家就要拿多一点每个人不都希望自己拿少？大家拿多，资源就是不够了。所以资源有限。现在金完毕之后是银，下一个就是铜，再来就是铁，最后是铝。因为各种基础建设都要铜、铁、铝，是一样的道理。再来呢，市场的有限性，市场全世界。83亿人口，市场就是那么大，大家来卖吧，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在争夺市场，那这样的话就会产生竞争性，所以合作性的可能性因为竞争性而降低，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那我们看，那到最后谁会占上风呢？中国大陆会慢慢占中，因为中国大陆制造业，它制造业现在的占比大概在全世界大概占30%，那美国大概只占到13%到14%之间。那制造业，中国大陆，那将来大家都知道，那美国靠什么来弥补呢？靠军火工业，但是不是世界上每一天都在打的像乌克兰战争这样打下去乌克兰战争总有停掉的一天那军火的市场就会相对的受到影响，那又回到制造业，那制造业又是中国大陆，又是制造业的本命题又来了，而且到2030年，可能中国大陆